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我们马上来看联准会的最新消息。首先，美国的川普政府于4月2号祭出了关税的新规定，直接一棒打醒了全球化。这个关税祭出之后呢，对全球的股市都造成了非常大的震荡，使我们台湾的大盘呢周一陷入了跌停的一个状况。那联准会的鲍威尔于4月4号有进行一个公开讲话，对这一个关税呢有进行了一些看法。那主要有4个重点，我一一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呢，他不急于行动，而是想要等待更多的讯号。那虽然新一轮关税呢在4月2号公布出来，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呢会对美国经济呢造成一个实质的冲击，好像是他们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然后通膨会上升。但是呢联准会呢他们表示呢不会立刻做出反应，它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呢跟暧昧对象表白的时候呢，那暧昧对象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还小啊，妈妈说呢还不能谈恋爱，我们有时间，但是呢不急于行动。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呢，他仍然认为控制通膨才是核心的目标。那即使关税可能会拖垮美国的经济，但是当前通膨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那现在3月份公布出来的 Core PCE 是 2.8%。那联准会更担心的是通膨预期失控。鲍威尔表示呢，我们的责任呢是确保一次性的价格上涨不会变成一个持续的通膨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拒绝当 Fed Put， 不会为了安抚股市而降息。那鲍威尔明确表明呢，不会因为市场波动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呢，他不会提供所谓的 Fed Put。那白话的意思就是啊，不是美国市场跌倒了，我就一定要扶起你，你并不是巨婴哦。他希望市场可以理解，只有当失业率显著上升，因为失业率是经济的前置指标，这时候呢他们才会启动降息哦。那第四个重点就是保持政策的弹性，避免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那对于川普公开施压呢，要求鲍威尔要进行降息，就是川普在4月2号讲出他的关税政策之后呢，开始去对鲍威尔去进行施压。那记者就问鲍威尔说呢，你有什么要进行回应的吗？那鲍威尔其实他没有正面的回应，他只说呢，他不会对官员的言论发表评论。这操作就像是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被亲朋好友说，你妈跟我说，她叫你快一点结婚呢，她想要抱孙子，那你怎么看呢？那这时候我就回，你知道隔壁老王最近炒股欠了100万吗？那这个亲友当然就会回说，干我屁事啊。那我就跟他讲，当然干你屁事啊。今天很呛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联准会的人还是致力于保持它的独立性还有中立性，他不会对官员的看法呢表现出太多的意见。那总结一句就是呢，联准会的鲍威尔的态度是呢，抗通膨是优先的，再来就是耐心的观望，然后呢不急于救市，然后避免政治的干扰。那今年买美债呢，有3种人适合去进行买美债。那第一种人就是担心衰退或者是股灾的避险派。这一种人的话呢，心里常常会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哇，我觉得有预感，好像真的要出大事了，可能经济要衰退了，或者是股债还会持续的下去。那这时候呢，这些人就非常适合去购买美债。我们来看2008年那次次级房贷危机，那个时候呢，不管是美股大盘或者是投资级的公司债，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你可以看到黄线以及红线的部分，那只有一种债券呢是上涨的，那就是美国公债 ETF。那美国公债 ETF 呢，在2008年大崩盘的时候呢，它是有逆势上涨的状况，但是呢，投资级的公司债券呢却没有上涨，因为投资级的公司债券它的主体它的发行商依旧是一家公司，那大家仍然会觉得公司呢它可能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呢就撑不住了，发不出利息了，所以呢公司债券 ETF 在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呢依旧会下跌。但是呢大家都认为美国政府它是可以配发出利息，而且美国政府是几乎不会违约的，所以呢大家才会将资金呢全部都移往美国公债哦。所以如果你担心2025年美国经济会发生衰退，或者是说呢股债会持续下去的话，那你可以在你的投资组合当中加入一些美国公债 ETF 哦。那这边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担心这种状况发生的话呢，你一定要清空你自己手上所有的非投等债 ETF， 因为非投资等级的
公司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呢，是特别容易违约的。所以如果你为了想要赚比较高的利息就去投资非头等债，那你承担的风险是非常的巨大的哦。好，那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预期联准会呢会降息的这一派人。那这类人脑袋常常会有一个剧本，那开头就是经济衰退，然后接下来呢联准会就跳出来，然后最后呢联准会就说我们要降息来救市。那联准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控制物价稳定，那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要充分就业。所以呢如果经济真的发生危机的时候呢，联准会还是有可能会进行降息的。那目前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在我拍片的当下呢，现在市场上是预期2025年12月10号的时候呢，联准会的利率应该会降到 3.25% 到 3.5%。那我们现在的基准利率呢是 4.25% 到 4.5%，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有 85% 的投资人是预期联准会从现在到年底之前应该还会再降息 1% 哦。那第三种人就是你只是纯粹的想要领利息，你是一个被动收入派。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在预测市场也不想要预测未来的人，那你只是单纯想我可不可以稳定领个 4% 多的利息，不想要被市场搞得心浮气躁，那你也适合去买美债。对这种人来讲呢，直接买美债呢就像是将自己的房子去租给了一个优质的客户，那这个房客一直以来呢都非常稳定的去缴交他的租金。房客呢其实就是美国政府。那我们看现在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在我拍片的当下呢，1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呢，它有来到 4.15% 的一个利息，就算是1年的也有 3.86% 哦。那 Kevin 我自己有没有买美国公债呢？我当然是有买非常大量的美国公债，我自己的总资产的 70% 全部都是属于短期的美国公债，我只有 30% 呢是属于股票部位哦。那我这些短期的美国公债呢，主要就是我的现金部位，然后呢我想说如果放着那我就没有领利息嘛，那我不如去买一些短期的，好像是6个月内到期的美国公债，这样子我的这些现金部位的话呢，依旧可以拿到非常不错的利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股市持续下跌，我就可以在我投资组合再平衡的那个时间点，我的美债会刚好到期，那我就可以看市场的情况，将我的资金呢投入股市当中，这就像是一种抄底的一个作用哦。好，那你自己有没有在买美债呢？你买美债的原因是什么呢？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讨论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台湾的美债券 ETF 在4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这次在4月份除息的美国公债 ETF 总共有6档。那这6档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资产规模目前最大的是 00696B 的富邦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是来到了335亿台币。那受益人数最多的是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是来到了58281人。那内扣费用最低的也是这一档 ETF， 它是来到了 0.13%。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967B 的元大优息美债 ETF， 它是来到了 4.6%。那除息频率的话呢，除了 00967P 之外，其他都是属于季配息的。那 00967B 呢，它是属于月配息的。那4月份的单次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 ETF， 它是来到了 1.1%。那累积4季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也是这一档，它是来到了 4.4%。那填息天数最快的是 00696B， 它平均的话呢，大概是10多天就可以填息完成了。那存续期间收益平准金跟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除息日期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落在4月18号到4月23号之间。那美国公债 ETF 就是如果你认为美国经济会步入衰退，或者是股债会持续下去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去买一些美国公债 ETF， 因为美国公债 ETF 它是可以起到一个避险的作用。但是如果股市持续上涨，那资金的话呢，可能都会跑到股市过去，那这样子的话呢，美国公债 ETF 就可能会下跌哦。好，那接下来是台湾的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在4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这次呢，总共有6档的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会在4月份进行除息。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1294亿。那受益人数的话呢，也是这一档最高，它是来到了60274人。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77B 跟 00746B。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950B 的凯基 A 级公司债 ETF。那4月份的殖利率最高的是 00789B 跟 00746B。累积4季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942B 跟 00777B。那这两档 ETF 它们累积4季的殖利率都来到了 5.3%。那填息天数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89B 的富华公司债 A3 ETF， 它平均填息大概是10天到20天之内就可以完成咯。好，接下来是存续期间收益平准金跟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除息日期除了 00950B 的凯基 A 级公司债 ETF， 它是在4月2号进行除息的，那其他的 ETF 基本上都是在4月17号到4月22号之间除息完成咯。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台湾的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在4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总共有13档的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在4月份会进行除息。那我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挂牌日期我也放在下面这一边。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是来到了2633亿。那受益人数当然也是这一档 ETF 最多。那第二名的则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116884人。那内扣费用方面，总共有7档 ETF 它是没有内扣费用的，因为他们是在2024年才挂牌的。那我这些内扣费用的话呢，是统计2024年一整年度的，所以呢这几档 ETF 是没有内扣费用的显示。那其他 ETF 当中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937B 的群益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内扣费用是 0.26%。那目前平均票息率最优异的是 00968B 跟 00959B， 这两档 ETF 他们平均票息率都有 6.6%。那除息频率的话呢，除了 00725B 跟 00720B 是属于季配息的，那其他的 ETF 全部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那4月份的殖利率最优异的当然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第一名的就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4月份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1.7%。那第二名则是 00720B， 它是来到了 1.4%。那月配息的 ETF 基本上都是落在 0.4% 到 0.5%。那累积4季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 7.1%。那填息天数表现最优异的是 00937B， 那它的平均填息天数大概是10天左右就可以填息完成了。那存续期间、收益平等金跟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除息日期的话呢，他们是比较分散的，像是 00966B 跟 00959B， 这两档 ETF 是在4月初的时候呢会进行除息，那其他的 ETF 基本上是落在4月17号到4月23号之间。好，那接下来是台湾的金融债券 ETF 在4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这次的话呢，我就跟大家主要的介绍几档比较热门的 ETF， 因为金融债券 ETF 真的是热度是比较低的。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 ETF， 它是来到了1009亿台币。那第二名则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它目前是1005亿台币。那第三名则是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它目前还有796亿台币。那受益人数最多的当然是 00933B， 因为它是最近这几年才上市的，然后呢是比较热门、比较耳熟能详的，所以它受益人数的话呢也是比较多的，是来到了117287人。那内扣费用方面的话呢，最优异的是 00933B 跟 00778B， 他们都是 0.28%。那平均票息率最优异的是 00834B 的第一金金融债10加 ETF， 它是来到了 5.9%。那除息频率方面的话呢是 00958B、00933B、00778B 跟 00773B， 这4档 ETF 他们是属于月配息的，那其他都是属于季配息的。那4月份的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842B， 它是来到了 1.6%， 因为它是属于一档季配息的 ETF， 它配息起来的话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多。那累积4季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也是这一档 ETF。那填息天数、存续期间、收益平准金还有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除息日期的话呢，也是落在4月17号到4月23号之间。好，那最后则是各产业类型债券 ETF 在4月份的除息懒人包。好，那因为各产业类型的债券 ETF 他们的热度、他们的讨论度就更低了，那我就直接把它制作成一个表格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最右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有4档是属于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ETF。那今年的话呢，我不建议大家去投资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ETF。好，因为今年的话呢，因为美国的关税的关系，我相信有非常多的非投资等级的公司，他们可能扛不住这个关税大棒，可能会出现违约的一个状况，所以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债券 ETF 在今年投资的话呢，它的风险是非常的高的哦。好，那以上的资讯的表格我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资讯栏当中。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进行免费的下载咯。好，那我是不随的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如果你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我配没有啊？好，那以上资讯表格我都放在下方资讯栏里面，如果你讲的资料，好，那我说不是股这两个。